第一杯，先把苍天尽。点弹重音，对应平词公尺谱，按摩斯密码解释就是，找到做铁了。东后问我居来自今追。长轮横扫两短三长，对应的是305。肩盖斜靠地板，环境安全，行动。铁奎，你喝醉了，我扶你去休息。药效能维持半小时，快去快回。自月是月悄悄，空晓得我寄相谁谁，一米波雷。国君，你果然不是真心投靠大人们了。还没捕解出来吗？区区谭嗣的生命，我早晚都会过去。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，你们研究不明白。首长，出大事了！出大事了！出长呢？出长人呢？山本，出长，山本，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？出长，走音3点，对应公尺谱上尺，惊现小组计划成中。云染宫华丹，多礼谁是？怎么？出什么事了？先回去再说。连你不能睡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可能受伤了。一点小伤没关系的，不影响演出。我最近总是心绪不宁的，总感觉要发生什么。是啊，
自从日本人占领了苏州，谁不是心惊胆战的过日子？放宽心，咱们艺人总能想个办法活下去，还得把这技艺传下去不是？等时局好转些，师傅就给你个京来主持婚事。煲炭。滚滚水多。后脑不可开开，放心。其余的人把出场再给我搜一遍，一定要找到电台和密码本。是。你们抓我先生干什么？他只是一个数学人，不是什么共党。小梁宇，是不是共党？你说了不算啊。不过呢，咱们新来的处长很喜欢听弹词，你要愿意跟我一起走，你师傅说不定会少受点罪。呸！让我给日本人唱，做梦！吴队长，你要抓的人是我，别为难我徒弟，我去就回，你们安心留在书上。睡前照顾好我的三弦。带走。先生，这都很晚，先生还不回来？都找遍了，李师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我们去行动处要人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求求你们让我们进去吧，我师傅在里面。实在不行，帮我们装个法。滚！再闹，把你们几个都抓起来！你们欺瞒天下的日本人！李生，住手！我们是顾静兰，我在。我们冲着要见你，跟我走。别闹事。好久不见啊，师兄。叶葵云子，怎么是你？难得重逢，你好像不怎么高兴啊。我可是十分怀念年少时在苏州，我们4个跟着夏月泉一起学弹词的日子。是你下令抓了先生。看来你并不想长叙旧情。当年你隐瞒身份白入师本，确实有过短暂的同门之谊。5年前你选择回到日本，我们就已经分道扬镳。如今你以日本高官的身份回来，我们更是立场对立。我只想救先生。夏月泉的事儿是吴世贵办的，不过我也不是不能插手。我可以救你师父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青兰怎么去了这么久？他不会也出事了吧？别着急，再等等。他出来了。青兰，先生呢？你怎么了？你万一呢？我不报。新来的处长跟我说，他能放了先生吗？当然能放。先生，这老东西骨头挺硬啊，怎么也撬不开他的嘴。
我先生，我要让你偿命！谢谢。臭说书的，你还想杀我？别冲动，先带先生回家。师傅，师傅。先生，你不是说好要替我主持婚礼吗？怎么就走了呢？吴世贵那个狗汉奸，我一定要杀了他，为先生报仇。不止吴世贵，所有的日本人都该死。没错，还有那个新来的处长。对了，江南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那个新来的处长你们都认识，他就是。祭拜师傅，怎么能少了我呢？叶魁云子，居然是你！先生看着呢，别让他走得不安宁。先生，虽然您当年偏心，即便我从小在中国长大，可您一知道我是日本人，就将我逐出师门，至今我也只会弹词的皮毛。不过没关系，按你们中国的古话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您不认我这个徒弟，可我却依然叫你一声先生。少假惺惺的了。恭喜你啊，小师妹！当年大家就都宠着你，如今你成了苏州最红的弹词先生，可真是风光无两。3日后是我的就职宴，我想邀请你们前来演出。我是不会。我们一定准时到场。你为什么要答应他？我们不是要为先生报仇，不但要参加宴会，还要在宴会上杀了吴世贵。真是可笑啊！各位，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的就职宴，同时也是吴队长吴科长的升职宴。哇，请快了！或许很多人都不认识我，但我却对苏州非常熟悉。可以说，我从小就是在苏州长大的。我也非常热爱中国的文化，所以，我今天特意请了全苏州最好的说书先生来表演弹词。开篇就交给你了。接下来就看我们表演。金兰唱开篇的时候，燕生去给吴世贵下药。
我再把他引进洗手间，造成醉酒呕吐溺亡的假象。谁呀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是哎，酒烈。这不是小梁鱼吗？狗汉奸，药效发作了吧？要不我带你去洗洗？洗，好，去洗洗。下药成功，太好了！雪雪，你一定要平安无事。可是金兰一直在台上，我们要怎么通消息呢？这样，到时候我以重压琴弦为号，验声响杯作答，2下是成功，3下是失败，摔杯就是危险，快到！怎么了，吴科长？前面就是洗手间。不对，有诈！你说什么呢？走，我带你去洗手间。前2天你还想杀了我，怎么突然对我柔情似水？不是说15分钟的药效，怎么提前失效了？明明就差1步。说你们有什么阴谋？已经超过15分钟了，血线不会出事了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秦时，就是抽出书的，早写什么给他期限。趁着他药效还没完全消失，一定要给先生报仇。谢谢。先别管这个了，现在人是死了，但是死法不对，我们很快就会暴露。赶紧通知进缆车，把人拖进洗手间，争取点时间。雪璇怎么还没回来？验伤也不见了。不同我喝一杯吗？不同我喝一杯吗？让开！怎么？心疼你的血钱？你的血钱行动失败，他很快就会病。不过，想帮他摆脱罪名，就是我一句话的事儿，就看你肯不肯乖乖听话。今晚在干啥？好好用这把刀吧。你说到做到。我保证，他的性命就在你手。各位，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：今晚吴科长喝醉酒，不幸失足溺死。啊？怎么回事？吴科长明明是……另外，向大家介绍一个人，顾金兰在之前抓捕和审问共党嫌犯夏月泉的过程中，做出了不少的贡献。从今天开始，他就是苏南行动处第1科科长。哦，你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，是他在挑拨我们的关系。你是为了保护我们？别自作多情了。看来口说无凭，你的小师妹无法相信啊。不过这件衣服你应该认识吧？
没想到苏州第一弹词先生，真性活这么长。嫌弃啊？嫌弃还给我。你找全苏州真性活第一的女士，你干什么呀？我就喜欢你缝的，别人缝的再好，我也不要。先生，真的是被你所以你主动答应赴宴表演，制定刺杀计划，都是因为你们提前商量好。吴世贵在行动处拉帮结派，培养自己的势力。我上任以后，处处受他斥责，我早就想换掉他。正好你们要复仇，那就顺手帮我除掉他们。顾景兰，我们10几年的情谊，难道还比不上他许诺给你的利益吗？顾景兰，你真的当了日本人的走狗，你真的帮了日本人杀害先生，残害同胞，你还有良知吗？我可以救你师父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把人带进来。先生，先生，你应该来这儿。怎么样才肯放了他？吴世贵搜遍了整个书场，都没有找到电台和密码本。你是夏月泉最疼爱的徒弟，你应该比其他人都更了解他。只要你能让他说出电台和密码本的下落，我立马放他。你让我审问我先生？当然了，如果你知道在哪儿，也可以直接告诉我。哦，对了，外面还有2位，或许他们也知道。也亏银子，你不用白费力气试探了。我的徒弟什么都不知道，更不是什么共产党。我这条命，你要就拿去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。夏月泉，你这又是何苦？先生，景兰，是对不住你，我看不到你们成婚了。先生，先生，答应师傅，照顾好师弟师妹，把我教给你们的技艺传承下去。李氏礼数，鸟是师傅养的那只黄雀。不要替我报仇，先生！说吧，
你想让我干什么？怎么做才能放过署长，放过雪贤和叶生？这就是对大日本帝国不敬的下场。顾科长用行动证明了他对大日本帝国的忠诚。谢谢，撑着。先生，恨不得现在就打死我。我只恨自己没用。你别怪我心狠，只有这样我才能相信你和他们彻底断了。现在就来也了。你怎么还用腿烧？我竟然我好痛。不做了吗？谢谢，没事，没事了。谢天谢地，总算退烧了。谢谢，你还有我，以后我保护你。你还想着顾静兰那个混账，他都那么对你了。别说了，叶生，不管静兰如何，你都只是我的师兄。什么人？是我，李叔。你在这等着，我去看看。李叔，这些天你去哪儿了？说来话长，雪贤和静兰呢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事情就是这样。那日吴世贵来书场带走夏先生，我趁乱带着电台跳河逃走。等我把电台转移到安全处，这才设法回来。真没想到，你跟先生都是。夏先生是个伟大的人，他到死都没有出卖党和国家。但是我没想到，竟然他竟然投靠了日本人，还刺伤了雪贤。唉，夏先生曾经交代过我，如有一日他遭遇不测，让我培养雪贤和京南成为新的地下联络小组，代号京贤。可如今先生真是看走了眼。李叔，我愿意代替顾静兰继承先生的遗志。先生教过我们，做义先做人。覆巢之下，安有完卵？如今山河破碎，生灵涂炭，我们说书人虽微如草芥，却也不能苟且偷生。我愿意接受这份重任。好，你们能有这份志向，夏先生在天之灵一定会很欣慰的。对了，夏先生被捕前可曾特地交代过什么？他让我照顾好他的三贤。是密码本。你这些有什么本事？我就让他去管了你！你管了！都给我住嘴！一大早就听说你们两个吵起来了，吵什么？处长，你怎么能让一个说书的人随意反抗我们内部的资料？够了，山本，现在顾科长跟你同级别，说话放尊重。我要接手吴科长的工作，
就必须查看之前的文件资料，不然我怎么开展工作？当然，如果你们不信任我，我也可以视为素材。不然说什么素材？我管你吃什么菜！山本，有空多去学习学习汉语。顾科长，医科的文件你可以随意查阅，有什么问题呢？你也可以问我。是，谢谢处长。程总，好了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我既然选择了顾科长，那以后大家就都是自己人。我希望你们和平相处，团结一致，一起为大日本帝国效力。嗨，部长，对不起，着急忙慌的，手里拿什么？我这刚收的电报也交给处长。他出去了，要好一会儿才能回来。我这马上换岗执勤了，要么交给我，等他回来我再给他。来，科长，那真是太谢谢您了。整合书厂藏着另外一名共党分子，难道李叔被发现了？不行，无论我走到哪儿，这两个人总会出现在周围。看来是在监视我，那必定不是所有人都认识他们。顾科长，看见我身后那两个人了吗？看见了。我刚才看见他们好像要偷东西，待会儿我假装出去，你把他们拦下来，仔细盘问搜查，千万不能让他们带走处理任何危险东西。站住！站稳了！老师，老师，就露出狐狸尾巴了。这情报告处长。夏里碧水，顾金兰，果然是你，你又想来害人。陈胜，你听我说，您现在是苏南特别行动处的顾科长，日本我一个书商伙计，我跟你没什么好说。你生我气是应该的。雪贤他怎么样？雪仙有我和李叔照顾，就不劳顾科长费心了。李叔他回来了，我正好有话要跟他说。你不让我见雪贤，让我见见李叔总可以吧？连神，你干什么？我还想问你干什么呢？害了雪仙还不够，还想害李叔是吗？
你想让我们所有人都变成先生那样才满意吗？先生的死，我比谁都难过。才几天功夫，你就学会了叶葵云子那副假惺惺的嘴脸，是不是真是瞎了眼把雪贤许给你，甚至不惜搭上自己的命？你知道什么？你个蠢货！许什么？你还敢骂我蠢货？住手！雪贤、雨舒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在里面听到动静，就叫上李叔一起找过来了。都别过来！雪贤，我真希望那个……闭嘴！连生，你说到底怎么了？他偷偷溜进书场，一会儿说要见你，一会儿说要见李叔。我怕他会对你们不利，就和他打了起来。那你没事吧？一点小伤，不要紧。不知道他又打什么鬼主意。雪贤，你还是离他远点的好。看他这样子也做不了什么。顾金兰，现在我跟李叔都在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其实那天在行宫中，先生他……处长，你看，我就说这顾金兰有问题吧，她一休息就过来通风报信。你这么兴奋干什么？先生怎么了？先生他说，书场还有另外一名地下党，这件事，行动处已经知道。他在说谎。我这次来是背着行动处来的，希望你们能告诉我另外一名共党是谁。如今我有权有势，可以帮你们把人和密码全部送走。处长，开枪了，打死他，打死他！顾金兰，我刚才差点被你痛心疾首的样子给骗了，这才是你的真实目的吧？从我这儿套话，打听出密码本的下落，好拿给叶款云子邀功是吧？被识破了。不过我说的也不全是假的，叶葵云子的手段你们是知道的，落在我手里，总比落在他手里强吧？不过很可惜，你说的什么密码本、什么共产党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抱歉，顾科长，让你白跑。好的很。既然你们固执己见，那就好好珍惜当下，多活一天算一天了。还有你，老李，你可得好好守好夏月泉的那只鸟，别到时候人手不足，最后连鸟都……下车。金兰，云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接你，上车。好嘞。哎，我还没上车呢！八嘎！雪贤，别难过了，身体要紧。我重新给你煮了碗鸡汤。谢谢。李叔，怎么了？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们，顾金兰没有被捕。这怎么可能？他明明……去。
受伤了还喝酒？弄疼你了，那我亲你。对不起，我今天擅自行动，是因为山本吗？除了山本，还有很多人对我有意见，他们觉得我是因为你才坐上这个位置，所以我才急于表现，想做出点成绩来。没想到弄巧成拙，不但被书场的人识破，还暴露了行动处的情报。放心，那封电报是假的。假的？没错，那封电报是我故意放进去的。你试探我？那2个跟着我的人也是？你也知道，行动处很多人都不服气，甚至怀疑你的忠诚。就算我再信任你，也堵不住悠悠重口。我不得已，只能设局考验你。金兰，你做得很好，你放心，今后不会再有人对你说三道四了。怎么，生我气了？我可不敢生处长的气。金兰，你放心，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第2次了，以后也不会再有人一直跟着你了。真的？我以天照大神的名义发誓。还有，别叫我处长了，以后只有我们2个人的时候，就像过去一样。云子，我不是生气，你也知道我是个孤儿，先生对我来说，就像亲生父亲一样。而雪贤，我和他再无可能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没有别的亲人了。如果连你也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5年前我回日本之前就问过你，如果没有选雪贤，你会不会选我？你说不会。我们错过了整整5年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一定会赢回你的心的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慢慢来，好吗？好，慢慢来，我会让你的计划慢慢的全部化为泡沫。叶葵的目标是密码本，我想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，还会再来的。现在书场已经不安全了，我们必须找机会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。我身体也好的差不多了，李叔，你是不是已经有了计划？确实有一个地方，不过可能要委屈雪贤一战。怎么突然谈起三弦来了？我说要重新开始，就想重拾弹词，没想到还是生疏了。你多年没绷紧，手指皮肤硬度不够，力度掌握不当。再说琴弦也旧了，琴弦脆弱老化，很容易把自己弄受伤。哎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不知道雪璇现在怎么样了？金兰，你说夏月群会把密码本藏在哪里呢？吴世贵找了整个书场都没能找到，夏月群是被当场带走的，根本没有机会转移密码本。我想密码本应该还在书场。
我想到了，确实有一个地方。哎，沈小姐伤势恢复得很快啊。多亏叶葵处长让顾科长手下留情，小惩大戒，雪贤才能保住这条小命。哦，沈小姐这是想通了。国仇家恨与我一个弱女子有什么关系？平头老百姓的，谁当我头上的主，又有什么分别？我只想弹琴唱词，讨口饭吃，安稳度日。小师妹如今倒是通透。既然如此，那密码本这种东西对沈小姐来说应该没什么用。我说过很多次了，我不知道什么密码本，你们想找尽管找好了。沈小姐，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，叫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。行动处的手段，我相信你还是了解的。我劝你还是乖乖配合的好。你们动我师傅的琴箱做什么？他人都没了，你们连他的遗物都不放过。待我查过，若是没问题，自然会还给沈小姐。哼！找到了，吉祥立万。打开它。是。不可以！顾青兰，不可以！吵死！放开我！不可以！怎么样？是一本古琴谱，不是什么密码。一本琴谱，你咋着呼呼的干什么？这是师傅的遗物，是唯一的一本琴谱，我怕你们给他弄坏了。春儿，肯定是他们调包了。其他地方都搜过了，就剩一个地方没搜过。山本科长，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，一定要给我搜仔细，所有人都给我看好了，一起给我做个见证。如果密码本真的不在沈小姐身上，我立马带人撤退，绝不打扰。想必沈小姐也很想证明自己的清白吧？沈小姐，得罪了。怎么，顾科长心疼了？中国旗袍的构造，恐怕山本科长不太了解。万一有侧凤、暗带、内金之类的，我怕他会有所疏漏。还是顾科长细心，那就有劳了。八干，这种功劳你都想抢？别拿你的脏手碰我！别用你的脏手碰他！这臭卖戏的还敢打我？你卖什么不是卖？有什么可清高的？阿平自己的手艺示范，在我心里，他比谁都清白，比谁都高贵。你给我等着！没事吧？小子，有人。如今在你眼里，我不再清白，不再高贵了，是吗？沈小姐这是不愿意，你不就是想羞辱我吗？
我自己来。谁要了吗？叶谷小姐，本帅刚回来，还没来得及去拜访，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了你。狄大帅真是好雅兴，是来听书的吗？叶谷小姐有所不知啊，本帅是沈河书场的常客，也是沈小姐的头号书迷。但是这次来不是为了听书，而是为了接我未过门的三姨太。夏，不能让雪仙去狄大帅那儿。李叔，你明知道狄大帅一直觊觎雪仙，雪仙多次婉拒，可他一直贼心不死，明里暗里表示想娶雪仙做三姨太。你怎么还能把雪仙往火坑里推呢？你先别着急，你先听吕叔怎么说。坐下。如今在苏州，能跟叶葵、云子相抗衡的势力就只有狄大帅。日本人想拉拢他，但是他的态度一直暧昧不明。你是说我们趁此机会破坏狄大帅跟日本人之间的关系？没错，还有一件事，我那天带着电台跳河逃走，遇到去狄府送货的队伍，于是混入其中，把电台暂时藏在了狄府。本来想着找机会再次潜入狄府，把电台转移到一个新的据点，如今看来已经不需要转移了。你是说我们把狄府当成新的据点，在狄府用电台联络黄雀？正是。燕生，我知道你担心雪贤，狄大帅喜欢听弹词，到时候你以搭档的名义和雪贤一起进入狄府，互相有个照应。那好，我现在就给狄府写信。三姨太，你是说沈雪贤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是沈小姐的搭档？哦不，确切的说你是前搭档。听说你现在是顾科长啊？我爱慕沈小姐的事情你也很清楚。现在沈小姐选择了本帅，看清楚了谁才是良配，你应该为她高兴才对呀。行，我们走。慢着！叶葵小姐的意思是不同意本帅这段婚事？怎么会呢？我恭喜二位还来不及呢。只不过眼下行动处正在执行任务，不能让你带走沈小姐。哦，哎，你什么时候得罪了叶葵处长？他们说我通共，说我藏什么密码本，非要搜身。是吗？叶葵处长，雪璇只是个有用的弹词先生，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什么误会不误？搜一下我就明白了。妈了巴三本，你他娘的是想让我的女人当着这帮男的面脱光衣服检查全身？叶葵小姐，你是想把我狄元虎的脸踩在地上，成为全苏州的笑柄吗？对不起，是我管教手下不力，还望狄大帅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不要因为这一点小误会影响了大喜的心情。把枪放下，我们走。2下是成功，3下是失败，是雪璇他们计划好的。雪仙，没事吧？你们两个把雪璇的衣服收拾一下，带回大帅府。是。姐，你把琴带回去，回头我送你一把新的。你们两个把这箱子抬到西厢王站。是。大帅不开箱检查一下，万一藏了一些不该有的。
说什么毒气话呢？你以为我是那些恶魔鬼子？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能不知道吗？以后就在我大太府安心住下。说什么尽管跟我说。大帅，谢谢你，从来没有人对雪贤这么好过。行。好了，这招真是太险了。万一狄大帅晚来了一步，或者他也怀疑雪贤，那么就是一步错，满盘皆输。好在雪贤现在顺利进入狄府，我们暂时安全了。雪贤、衍生，接下来你们务必小心行事。哎，喜轩，我跟你说，我这战场上打胜仗都没有这么开心过。我是真没想到啊！我追了你那么久，这次你能主动开口，才应给我送信儿，说你愿意嫁。从前是雪贤心气太高，直到经历变故，没了先生和师门的倚仗，被叶葵云子屡次欺负羞辱，我才明白，在这个混乱的世道，一个弱女子根本无法独自生存，终须有个依靠。雪轩，你能这么想，真是太好了！我告诉你，在我狄南侯的地盘，没人敢动你。就那什么叶葵云子，他也要忌惮我3分的。大帅是真英雄，雪贤敬你一杯。放开我！雪贤，你今日所受屈辱，总有一日我会替你讨回。就废物！齐兰，怎么是你？警卫说你没吃东西，我给你送点点心。对不起，是我没有，没能帮你找到密码本。这事不怪你，是沈雪贤太狡猾，居然拿出狄大帅来压我。那个狄大帅，你可记得吗？狄大帅手握重权，两面3刀，当初就是出卖自己的长官谋权篡位，搞不好还会变成大麻烦，不能轻易得罪他。这么说来，雪贤暂时是安全的。这是有什么喜兆吗？我知道了，定是爹知道我要回来，特地欢迎我呢。爹，狗汉奸，竟然送我把日本亲！爹，你的宝贝女儿回来了。我女儿回来了。嗯，正好见过你3姨娘。三姨娘，你疯了吧？她年纪看上去跟我差不多大。还有，这唱的是什么风花雪月的淫词艳曲？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。你妈的巴子，在外边学了几年洋墨水，规矩都不懂了。赶紧给你3姨娘道歉。我没错，我为什么要道歉？明明是你为老不尊，你就是个贪图美色的封建臭家长！你个死丫头！你打我，你为了一个女人打我，有了后娘就有后爹，这话果然没错。我现在就离家出走，再也不碍你的眼。徐轩，实在是对不起，都怪我把这个丫头惯得无法无天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去找他。
你是来给我爹当说客的，那就不必白费力气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在国外学的是西洋乐器，崇尚的是婚姻自由。像你这种自甘下贱、给人当妾，就知道卖弄风情、讨好男人的女人，我是不会和你共处一室的。我这么说你都不生气？我再给你唱一首吧，讲的是三国关羽单刀赴会的故事。我第一杯先把苍天敬，积云上公是华诞，愿你不能苏州弹词可不只有风花雪月。你恨他人自甘下贱、随波逐流，却不见他朝不保夕、身不由己。你见过外面的世界，向往西方自由理想，却不见脚下生你养你的土地苦难深重。你自诩清醒独立，与众不同，却不知这一切只因你有一个有权有势的爹。狄大小姐以后再想听什么曲，我再唱给你听。不但会唱，还这么能说。我是真不舍得把你自己放在家里，参加那什么狗屁宴。胡说什么呢？正事要紧，我可不想被他们说是红颜祸水。好了，快去吧。我去。你不走，我怎么有机会去找电台呢？难道为什么我永远都是站在草里不管的？好。恭喜你入了东台，演出成功。谢谢你送我的新旗袍，我很喜欢。你是想做我爹吗？大小姐，我没有。我记得你，沈雪贤的搭档，你喜欢他，对不对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我爹的。但我就是奇怪，你既然喜欢他，为什么不带他走？走？走去哪里？像我这种无权无势的平头老百姓，哪像狄大小姐一样，走到哪里都舒舒服服。天下之大，没有我们的容身之所。你是说让我拉拢狄大帅，把他变成自己人，他就会乖乖交出沈雪贤？人多的是，到时候我们多送些给他不就行了？狄南虎要是好拉拢，我会不拉拢他？还不是因为他立场不定，态度暗恋。今天拉拢他，明天他就能出卖我。你忘了他把夏月选出卖给吴世贵的事儿了？竟然是狄南虎出卖了师傅。陈伯正好说明狄大帅眼里面只有利益，只要出的足够高，还怕他站不到我们这边吗？雪璇现在很危险，我得赶紧提醒他们。电台就藏在杂物间，晚上10点以后有40分钟的换班时间，没人巡逻，你就趁那个时间过去。
雪雪，他怎么提早回来了？雪雪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睡不着，随便转转。你今天格外的漂亮啊，大帅，你醉了？记住我。大帅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成亲之后再……我等不及了，今天我就要进洞房。大帅，他满哪儿都是你！行，也行，但是满哪儿都是你！大帅，不行，不能被他发现我身上的密码本。大帅不要！雪雪，就除了我吧，我会对你好的。大帅，爹，你睡了吗？什么事？那个，我怕您喝多了回来难受，我特地给您煮了醒酒茶。还有上次跟您吵架的事情是我不对，我来正式和您道个歉。爹，是特地来帮我的。还有点时间，应该来得及。错过这次，不知道还有没有下次。找到了，就是这里。幸好有跟李叔一直学习密码的工作，这回终于可以联络上了。呼叫黄雀，呼叫黄雀，我是金贤，现已安全，恢复联系。收到，收到。接上级消息，有一个运送药品的重大任务将在苏州执行，关系到前线数10万战士生命。是我，顾景兰。真的是你，刚才您听到这儿动静了，估计是眼冒，好吗？摸出来是我了。是我的金兰，是我的决心。金兰，我好想你。我也好想。雪贤，我没有害先生。什么都不用说，我都知道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是夏先生临死前告诉了金兰，他这次冒险来找我们，就是故意演戏给叶奎看，趁机传递消息。太好了，金兰没有变，受了那么多伤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比起我在你身上刺的那一刀，这都不算什么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早就好了，傻瓜。
金兰，你今天晚上怎么会出现在大帅府？我有件重要的事跟你说。狄大帅，不知。叶生，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我原本守在你房间外，怕万一有人发现你不见，我好给你打掩护。结果你去了那么久都还没回来，我担心你，就找来了。早不来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算了，没事，我已经顺利跟黄泉联络上了，有个往前线送药品的任务要经过苏州，到时候需要我们配合。好。上次打你打狠了，对不起。兄弟之间不说这个。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们，狄府不能久留。为什么？先生的死与狄大帅有关，是狄大帅出卖了先生的身份给叶桂云子。原来是狄大帅。看来先生的仇，我们还得继续报。可是我现在被困在大帅府，外面又有叶葵云子盯着，我这时候有行动，一定会被察觉的。他盯着你，无非是想要密码本。难道你已经有想法了？既然他想要，那我们就给他。把密码本给叶葵云子，你疯了？我是真给。我要怎么相信你？叶生，你怎么还怀疑金兰啊？对不起，我是很想相信他，可是我理解叶生的顾虑，毕竟我之前差点害死你们。这次行动比上次更危险，如果我叛变，就相当于让你们去送死。我相信金兰，我加入。叶生，你如果不相信，可以不加入，我们尊重你。我知道了，你出去吧。嘿，你死定了！哈哈哈。蛋子，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山本说有人在大帅府附近见我。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是，我的确去了大帅府。把人带过来。吴月生，你怎么把他给带来？叶科处长，我想跟你做一笔交易。就你，凭什么跟我做交易？就凭我手上有你想要的东西。我可以把密码本给你，但条件是你必须放过谢贤，从此不再为难他。小师妹真是好手段啊！竟然让2个男人前赴后继的为她着迷，为她涉险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，他要是知道你为了保护他而背叛师傅、出卖国家，你觉得他还会不会原谅你？他原不原谅我无所谓，我只是不想眼睁睁看着她嫁给自己不爱的人。只要没了密码本，她就不会再受你威胁，就没有必要非得嫁给狄大帅。好，还真是令人感动啊！我以为金兰是情种，没想到真正的情种竟然是你，林燕生。不过，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你跟沈雪晴串通起来，以一个假的密码本来护你？我连这密码本上是什么都搞不懂，从哪儿给你弄本假的？你们这些艺人，
最擅长的就是表演和伪装。不过，在绝对的生死面前，再会伪装的人，也会原形毕露。我在苏联的时候学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游戏。我刚才在里面装了5颗子弹，现在里面还剩1颗子弹，下一枪可能是空枪，也有可能是子弹。林彦生，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告诉我，这本密码本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。好，你呢？我既然是你带来的人，自然是由你来。叶奎处长，现在你可相信了吧？你通过了测试，我相信你没有说谎。不过我对密码学没有什么研究，你们不介意我请人帮忙吧？带他进来。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日本顶级密码专家多田一子。多田先生，辛苦您看一下这本密码本是不是真的。放心，一会儿就出来结果。经过我抽空检查，这本密码本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我终于找到密码本了。我把密码本给叶奎云子，你疯了？我是真给。你想做本假的给他？叶奎云子生性多疑，如果我们把一把假的密码本给他的话，很快就会被他发现。那我们也不能把真的给他吧？还记得我们在宴会上刺杀吴世贵时用弹词和响杯对的暗号吗？记得。我在行动处的这段时间，学会了日本那边的电报解码，发现它与我们对暗号的方式很像。不过复杂了些。如果我们把密码本上的密码换成苏州弹词的节拍，形成一套全新的密码体系，这样一来，新的密码本就形成了。就算叶奎云子拿到密码本也没有用。没错。
可是要翻译整本新密码，这个工程量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完成的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我在行动处学过解码，我们对苏州弹词非常熟悉，很快就能完成。以后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对话。不过这次行动最重要的是心理战，要让叶回云子相信我们整套行为逻辑，就必须表演得天衣无缝。无论他使用出什么威胁恐吓的手段，我们都不能自刎阵脚。假情报已传递，注意安全。等待收。找到密码本有什么了不起？吴景兰，等我剿灭共党，你算个屁！废物！非但没有抓到地下党，还遭对面伏击，死了10几个手下。你怎么那么快死了算了？我们是按照多田给的情报行动的，但没执行到，就会遭到破坏啊！坏了，是你翻译错了密码本，我看你就是个骗子！忙着狗咬狗吧你们！够了，放手！你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密码本，是密码本的问题。当初是你说密码本是真的，现在又说密码本是假的。不，密码本是真的，但是他们现在有一套新的密码本。什么？新密码？那我们手上的密码本岂不是根本没用了？也不完全如此。我根据以前接获的情报，对照他们给的密码本，有一个信息能够确定，那么就是他们有一个联络人，代号叫黄雀。黄雀，他就是夏月泉的上线。吴世贵这个蠢货，当初狄大帅一把夏月泉是地下党的消息卖给他，他就急不可耐的擅自逮捕了夏月泉。换作是我，就会放长线钓大，引出背后的黄雀，最后将整条线引尽。现在夏月泉已死，他们换了新的密码，线索已经断了，想要抓到黄雀，恐怕会更难了。多田先生，对于新密码，你有什么头绪吗？据我所知，这套新密码不像以前已知的任何密码体系，就像凭空冒出来一样。我们一拿到密码本，他们就启用新的密码。难道除了夏月泉，他们还有其他的联络点？会不会是那几个说书的人？不太可能。这套复杂的密码体，就算是一个几十年的密码专家，也需要研究很久。就凭这几个年轻人，肯定无法在短时间创立。你有什么办法破解这些新密码？给我一些时间，我想，我应该能够破解。好，多田先生，那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。嘿，为了保证你的安全，我会给你安排另外的住处。嘿，千算万算没算到多田这个密码专家，真是不容小觑，必须想办法尽快除掉他。别客气啊，对不住了，云生。不是说好只是演戏吗？景兰，求你别杀我！为了不让叶归因此发现我的身份，
知道牺牲我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又是这个梦。那天进来，并不知道枪里没有第5发子弹，也就是说，他明知道开那一枪我很可能会死，却还是选择用我的命去赌。难道就因为先生选定的接班人里没有我，我就成了随时被牺牲的那一个？又是我想到了。李娟，你来大帅府已经有些日子，咱们是不是该成婚了？大帅，婚姻大事，我想还是应该再提。还要提出到什么时候？丧失紧迫事态是我的罪，但是你不能一再挑战我的耐心呐。你应该知道，我把你从书场带回来，不只是为了听你弹琴唱曲的。别说了，3年后拜堂，这你心里过没？大帅，都说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既然你我成婚在即，我想今晚回去祭拜一下先生，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好，那你快去贺会。不想弹就别弹了，弹的也不好听。其实我还挺喜欢听你唱弹子的，不过我喜欢的是像上次那样的，而不是勉强自己弹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的是，如果你不想嫁，那就不要嫁；如果你觉得自己势单力薄，不敢与我弟抗衡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大小姐，该不会想帮我逃婚吧？为什么不可以啊？虽然他是我爹吧，不过我看不惯的事情，照样会和他对着干。反正他每次都拿我没办法。她真的是个单纯善良的好姑娘，可她的父亲是害死先生的凶手之一，手上更是沾了许多同志和同胞的血。别说逃婚了，如果你想，我可以帮你跟林彦生私奔。私奔？你误会了，我跟彦生不是那种关系，他只是我师兄。哦。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，得赶紧通知金兰，今晚在书场会合。难道是林彦生自己单相思？大小姐，不管你是出于好心，还是单纯觉得好玩，我的事不劳你费心。你这人真奇怪，我上次帮了你，我以为我们至少算朋友了，可你一会儿又热情主动，一会儿又拒人于千里之外的，我真搞不懂你。大小姐不必懂我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说过，你永远不会跟我共处一室。我也想告诉你，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朋友。不成朋友就不成朋友，我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，我再也不管你了。当初夏先生说狄南湖在苏州举足轻重，如果能说服他站在我们这边，能为抗日增加很大的助力。真没想到他竟然出卖了夏先生。师父一心秉公，无私奉献，却不成想在有些人眼里只是利益，毫无原则和底线。早知如此，当初我无论如何都该拦着他，不让他去的。李叔，这事儿不怪你。我想，就算重来一次，师父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。只要有一点希望，他都会拼尽全力，哪怕是以生命为代价。没错，我们已经继承了师父的遗志，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 3天后就是我跟狄南虎的婚礼，
我已经没有时间了。福田已经开始研究新的密码，也许过不了多久就可以破解出来。我们必须想个法子，把他们一起解决掉。这么大的事，我得为自己另做打算。燕生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怎么才能除掉狄大帅和多田，又能让我们全身而退？或许我们可以借东风。你故意找茬是吧？呀，这不是山本科长吗？刚才没看见你，不好意思啊。站住！简直目中无人！你不要仗着叶奎处长给你撑腰，你就可以在行动队横着走。哎，我就有人撑腰，怎么了？你自己背负，别赖别人。你说你密码本找不到，人抓不到，还害得助理到处损兵折将的你。打开阴路！哎，干什么？说不喝就动手是不是？你撒手！告诉你，我一定会抓到你的把柄，让你死得很难看。来呀！你等着瞧！呸！小八嘎！第一步，我会故意激怒山本，抓住他的罪证，让他一步一步陷入陷阱，成为我们的替罪羊。山本这人没什么脑子，我想这一步很容易做到。第二步，雪贤要在婚前举行最后一场谈词演出，到时候我会和叶回云子一起去看，制造不在场证明。我说服狄南虎让我演出容易，可是你确定叶葵云子会跟你一起去吗？他一定会去。今天是小师妹的最后一场演出了，你不去看看吗？我就不去了，没什么好看的。是没什么好看的呢，还是不忍心看？叶组长又在调侃我。好歹同门一场，小师妹嫁人前的封箱之作，我们还是去捧个场的好。车到了，上车吧。二位是要喝酒还是喝茶？新到的江南春酒，沉香甘甜。林燕生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是没能俘获家人的芳心啊。不过我要是小师妹，我也会选择有权有势的狄大帅，而不是像你这样的小伙计。你说的对，一直以来都是我痴心妄想。哦，对了，你刚刚说这是什么酒？江南春，好美的名字。二位要尝尝看吗？不用了，我不喝茶。等等，这么有意义的日子，配上这么美的好酒，我要喝酒。好，那我喝茶，待会儿回去我开车。为了保证多田的安全，叶葵云子把他藏匿在一个非常隐蔽的酒店。等黄雀查出来具体房号，我会在台上通知你，就以和谭子结合的新密码为准。在那之前，燕生就给叶葵云子下药，先让她产生昏睡。我趁机去酒店刺杀多田。苍天君，找到多田了。
醉了，我扶你去休息。山本，我已落子，这局棋你输定了。醒了。我睡了多久？差不多半小时。喝杯水。早知道就应该拦着你，不让你喝酒。你不知道，这中国的酒和你日本清酒完全不一样，入口温润甘甜，后劲儿可不小。以后我如果不在了，你一个人不许私自喝酒，听见了吗？知道。爱回去听书吗？走。处长，出大事了！处长，处长呢？处长人呢？山本，处长，山本，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？处长，多田先生在酒店被人杀死。怎么？出什么事了？先回去再说。哎呦！研究手稿全没了，研究手稿全没了。不是你看我干什么？不是你负责多田的安全吗？你就这么忘了，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把人给打死了？我早上还好好的。废物，让你看个人都看不住。我知道了，黄雀，一定是黄雀干的。那黄雀人呢？我问你，黄雀人在哪儿？黄雀，我看就是他。这是这帮说书的，密码本就是他们给的，肯定是他们一手策划。黄雀肯定在他们之间。金兰一直跟我在一起，沈雪贤在台上表演，林叶生一直在端茶送酒。你说他们是怎么在我眼前的同时，还能来到这里杀人的？啊，是分身术，还是灵魂出窍啊？山本科长，我知道你一直都不喜欢我，但你也不能捅了娄子乱咬人吧？金兰，你把多田的尸体抬出去，让法医做尸检。是。回行动处。金兰，你别高兴得太早。你还有心思管我高不高兴呢？处长最看重的几件事，你全都搞砸了。多田死了，没人能破解新的密码。狄大帅要不肯合作，我看你呀，离被停职不远了，惨了。
对呀，还有狄大帅。如果我能成功说服拉拢狄大帅，一定可以将功补过，重新获得重用。小姐，你的车费还没付。你都瞧这是什么地方？你干！演出怎么样？很顺利，谢谢大帅满足我的请求。你的心愿都了了，没有别的了吧？没有了，雪贤你无牵挂。那太好了，明日大婚，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做我的三姨太了。可惜你活不到明天。备车去大帅府。是。雪贤、尹生，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。大帅，是我，雪贤。进来。你今天不早点休息吗？一想到明天就要成婚了，雪贤紧张的睡不着觉，想跟大帅饮一杯，好入睡。不知有没有打扰大帅工作？不打扰。行，我忙完了。哎，大帅，怎么，你要拒绝我？不是，你们两个滚出去！待会儿听有什么动静都别进来。是。这回可以了吧？哎，大帅，你先别急嘛，我们先喝一杯。开始了。谁呀？为了老子好事儿！狄大帅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是代表行动队来跟大帅谈合作的。妈了巴子的！我说你们行动处是不是有毛病？我跟你们叶奎处长已经谈好了，答应合作，答应合作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你们已经谈好合作了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就今天早上，你那个什么顾科长拿了200吨小黄人来找的我。我说你们到底想干嘛呀？你怎么又来了？没人能破解新的密码。狄大帅要不肯合作，我看你呀，离被停职不远了。早上来到了大帅府，下午跟我说那种话，不对，他在欺骗我。难道你也是？别动！这边怎么回事？你在酒里下药？是啊，助兴嘛。你个臭丫子，来人，来人呐！不是你说的吗？让他们听到什么动静都不用惊。说为什么出卖我先生？你先生？哦，你说这是夏玉清那老头吧？前2个月他找过我，说让我和苏州地下党合作，说什么救出什么王存、梁文康啥的。然后呢？然后你说夏老头他也没有小金鱼啊，我跟我兄弟这干的都是掉脑的事儿啊，我们兄弟不能白干啊。所以你就把他是地下联络员的消息卖给了吴世贵。行动处倒是拉拢过我，你真别说呀，就那一个消息，卖了10条小黄鱼。师父把我从小养到大，教我谈死做人，让我在这个乱世上面有了立身之本。结果你为了区区10根金条，就把它给卖了。狄南虎，你知不知道我师父冒险能救千千万万的中国人，而你为了区区10根金条，你知道你会害死我们多少同志同胞吗？许飞，我求你放过我，我愿意以我今天犯下的罪过
对，两个坑我跟你一起坑死。你果然是个两面三刀的墙头草。之前为了利益出卖中国人，现在为了活命出卖日本人。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？想赎罪是吧？好，那就去地府亲自跟我的先生赎罪吧。佳佳，你在哪儿呀？你爹快死了！佳佳，我这么说你都不生气？其实我还挺喜欢听你唱弹子的，我以为我们至少算朋友了。谢谢。来不及了。你们是共产党，杀了狄大帅，你以为你们跑得了吗？好啊，我们为什么？难道你们是同归于尽？山本，中国成语可不是这么，这不叫同归于尽，而叫借刀杀人。领枪也杀人。你们想诬陷我杀了狄大帅？水星小心！是他，是沈雪贤杀了狄大帅。山本，是你杀了狄大帅？不是我，枪是我的，但人不是我杀的，是沈雪贤和烈焰生他们俩设计陷害我。狄大帅身上中了4枪，林彦生腿上中了1枪。你现在告诉我，是他们杀了狄大帅，又往自己腿上开了1枪，最后把枪塞到你的手里。你当我是傻子吗？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这个你应该认识吧？这是在多田房间里找到的。山本，你也太不小心了，少了1颗胸口，自己居然都不知道。什么时候？当然是你杀害多田，多田挣扎时从你身上扯下来。我没有杀多田。陆锦兰，是你一手策划的，我要杀了你！山本，真没想到，背叛我的人竟然会是我的同胞。我没有，我来中国是为了大日本帝国的事业，我怎么可能背叛我的祖国？是啊，你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祖国呢？你究竟是什么时候被策反的？黄雀，难怪你之前负责的那么多行动都失败了，还葬送了10几个日本同胞的性命。没有，不是我，我不是。你明知道狄大帅和叶奎署长已经不曾合作，你为了破坏联盟，居然敢来大帅府刺杀！顾金兰，是你骗我来大帅府，这一切都是你设计陷害我，你才是黄雀！够了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想栽赃金兰？要不是他察觉到你有问题，派人跟着你，发现你今晚偷偷来到大帅府，我都没法当场抓住。好毒的计谋！把他带回行动处，不可走！不可走！爹！你不要离开我，爹！对不起，我再也不任性了，我再也不跟你对着干了。
爹！小丽，你杀了我爹！对不起，大小姐，是我没有，您能保护好大帅。他杀了我爹，我是不会让你把他带走的。我要他给我去找命！山门，你干什么？快放开他！叶问林子，你识人不清，设灵智昏，你相信一个支那人，你凭什么当行动队的处长？凭什么？先是吴世贵，后是多天，接着又是狄大帅，接下来是我山本。你放心，马上就要轮到你了，你还有你们都会慢慢的死到这帮说书人的手里。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伟业都会被你们这帮蠢货给败坏。我今天活不了了，就算死，我也要让他做减肥的。第4个，狄家小姐，我已亲手处决这个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共党，为你父亲报了仇。你是狄大帅唯一的女儿，希望今天这件事情不会影响我们后续的工作。走。多谢大小姐。如果不想这条腿也废了，就一五一十的告诉你，今晚到底发生什么。真是小看了这位大小姐，一旦我的说辞有漏洞，后果就不堪设想。我想到明天雪贤就要成婚，我心里也难受，就想出去走走。没想到突然听到书房传来几声枪响，我就冲了进去。那你为什么不叫上士兵，要自己出去？这书房附近一个士兵都没有，我怕我找来人就来不及了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你喜欢沈雪贤，那为什么要救我爹？他死了，你不是正好双宿双飞吗？其实雪贤根本就不喜欢我。